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西安惊现龙影事件。在今年的5月份呢，中国多地的天空频繁出现奇异的现象，而引发了网民热烈的讨论与无限的遐想。从大连的白色螺旋状的光影呢，到西安、成都的黑色长条不明飞行物，这些影像呢，都被不少的目击者直指呢，他们说是龙。这究竟是巧合呢，还是集体的幻象，还是古老传说的真实重现呢？在今年的5月2日的夜晚，大连的许多的网民都拍摄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长影在空中盘旋。从发到网上的视频来看呢，当时的空中弥漫着朦胧的雾气，这个白色的光影一直在原地做螺旋式的运动。其中一个拍摄者就说当时刚刚下过雨，天空呢雾蒙蒙的，所以他看到这个奇异的景象之后就马上拍了下来。他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灯光秀，因为那个灯光呢是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不少的目击者纷纷说那个白影呢应该是一条龙。与此同时呢，在另一边的西安正在下着雷雨，天空中也不停地出现闪电。有网友呢就把这种异常的现象用手机拍摄下来了，没有想到拍到了天空中划过的长条形不明飞行物。不过呢，和大连不一样，西安的这个场景呢却是黑色的，而且呢运动的轨迹也不规则，速度也特别快，很难用灯光秀或者是无人机群来解释。一名目击者就描述说自己看到了3条以上的龙组成了一个圆圈呢在盘旋。无独有偶呢，就在2天之后呢，成都也出现了雷雨天气，也有目击者拍摄到了类似于西安出现的长条形的黑影呢，快速的在这个云层之中穿梭。所以影片中的龙形不明飞行物是呈黑色条状的，有的发白，有的发亮。那针对中国各地拍摄到各种异象呢，很多专家就出来辟谣了。有的说呢是气流而导致地面的物体呢被吹向了天空，有的说可能是摄影机附近有飞虫掠过而形成了拖影，还有呢专家说那是塑胶袋被吹飞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天后的5月8日的晚上呢，西安再次出现了雷暴，很多民众呢再次目击到天空出现了黑色的龙形不明飞行物在闪电中快速的游动。之前宇哥也讲过龙嘛，我讲的那期龙的时候，里面就有说到龙是依水而生，在哪些地方如果是有湖海水汽很多的地方，或者是下雨天，就有机会呢可以看到龙。因为我个人是相信龙是远古存在的一种生物。不仅如此呢，也有网友拍下了当晚8点03分天空还出现了龙吟的现象。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龙吟呢？我操，这啥声音？刚才没有这个声音的，就低吟的那种，像啥，就像那老牛叫一样。拍摄者描述就说说这个声音非常低沉，感觉呢是从秦岭南边传过来的，而且他家的马路周围呢也没有施工现场也听不到任何汽车摩托车发出的声音，所以这个怪声呢就像是从很远之处传过来的，很空旷，很有穿透力。他还说呢，现场呢比手机拍摄是更震撼的，就仿佛是远处的高空之中有一个巨大的哥斯拉在怒吼一样，就像是在电影院音响放出来的一样。但是手机录下来呢就没有层次感了。虽然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但是影片的发布者统一回复说影片没有任何的后期剪辑，也不是什么飞机人类的器械，而且西安不同区域的网民也都拍到了这个声音。听说这个声音呢是在当晚出现的范围相当大的。有拍摄者就说外面一直下雨，大家本来都要睡了，突然呢很响的一声雷，紧接着就是这个声音了。小区里的好多人马上都打开窗户看。还有拍摄者留言说，一开始以为是大货车刹车的声音，后来越听越不对劲，这沉闷的呼鸣声感觉就像是从云层里发出来的，而随着云层呢越飘越远。紧接着呢，当晚10点10分在陕西省内安康市的一个民众也拍到了电闪雷鸣之中天空中有2条蓝绿色的龙呢在盘旋，旁边一处天空中还有孔雀蓝的各种颜色，之后呢又变成紫色，非常诡异，就很像 UFO 一样。而且非常巧合的是，西安拍到龙不久之后呢，网上就传出了很多个视频，指出呢是位于西安南方的秦岭山脉突然被封山了那个地方。网民猜测呢是不是国家特殊部门进山寻龙了。更离奇的是，在民众拍到了龙出现的期间呢，陕西省的各个网民呢都发文提到，半夜突然之间闻到雨中有一股强烈的腥臭味，有人就还在梦中被熏醒了。还有河南的网友，他们说他们也闻到了这股腥臭味。大家都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下雨的味道，这也不可能是什么泥污或者是鱼腥味因为很多人说他这辈子头一次闻到。
之前宇哥讲龙的时候那期也讲过嘛，说这个龙啊、蛟龙啊，以及它们成型之前的蛇呢，身上都是有一股很腥很腥的味道的。龙的身体呢是带电的，遇水呢会有一个化学作用，所以呢是非常腥臭的。于是网民们就开始热传，这很有可能是蛟龙经过时而留下的气味。因为老一辈的人就说啊，蛟龙全身都是腥臭的。还有人说这几天拍摄到的龙影呢，很有可能是有蛟龙渡劫。那么什么是蛟龙渡劫呢？那在中国的传说里，蛟龙呢是住在水里的神秘生物，外形呢有点像龙，不过它的脚比较短，有的时候呢甚至根本没有脚。据说蛟龙如果修炼很多年呢，就有机会升天变成真正的龙。那所谓的蛟龙渡劫呢，就是蛟龙想要变成真正的龙的经过一场大劫的考验嘛，就像是天雷啊、风暴，或者是从天象带来各种劫难，这是一种修行的关卡。那撑过去了呢，它就能够升天化龙，从水里的蛟呢变成能够飞天遁地的真龙。但要是撑不过去呢，就有可能被雷给劈死了。所以关于这一点呢，之前宇哥的龙的那一期也讲过这个事情。实际上不管是龙还是龙吟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国家了。比如像2020年7月呢，贵州秀水镇大山深处连续10多天就曾经传出过类似的咆哮声，而当时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村民呢都去观看了，一些自媒体当时也进行现场直播。还有2010年9月1日呢，也有大陆的网民曾经在西安的古城上空拍到了2条游龙呢在云层之中盘旋，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这些案例都是有幸被拍下来的，特别是电视台曾经拍摄到龙的画面，引来了更多的热议。就比如我们在早期的视频中曾经说过嘛，在那个青海湖龙吸水的那个事件，当时的电视台的视频就拍到了一条龙在云层之中穿梭的一个视频。没有想到的就是距离比较远，还真的拍到了类似于龙的一个生物在那个龙吸水的那个云层里翻滚。但是距离远的话，看到的那个东西长度应该是很巨大的。那谈到龙出现在人间，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相信的。但是如果把时间倒回100多年前，当时的人却深信不疑。在1934年的夏天呢，辽宁的营口呢，有很多村民分别在辽河岸边和田庄台上呢，都发现了活跃的龙。事后呢，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嘛。比如说《圣经时报》找专人呢去派人采访，做了详细的报道。那根据《圣经时报》的报道，就是说当年的7月28日呢，牛家屯有一条巨龙从天而降，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个坠龙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呢都近距离的看到了这条龙。据目击者说呢，它的长相呢与人们在这个画像中看到的龙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有4个爪子、鳞片，嘴上有2条须子，大眼突出，身长10多米。因为当时这条龙呢十分的虚弱，身体呢越来越干，所以附近的居民呢就发现这个龙仿佛是离不开水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照顾它嘛，往它的身上呢来浇水。然而几天之后呢，这条龙居然神秘的消失了。到了8月8日呢，人们在辽河口岸的10公里处芦苇丛中看到了只剩下一副骨架的和少数腐肉的龙的尸体，还有强烈的腐味，老远呢他们都可以闻到。那到了2004年呢，几位当年的目击证人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们一再描述了小时候看到的场景。结果呢，大家一致的说他们当时看得非常的清楚，是真龙，不是幻觉。而且大家都认为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呀，只是比较罕见罢了。最后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直到2023年的5月21日呢，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视频中呢有人在营口辽河拍到了一条类似于龙的生物呢在水面上游动。目测呢这个不明生物是有5米长，快到岸边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在视频中呢，有网民就认为呢这是龙呢再次回到营口了。在1944年在肇源县陈家屯子村有一个村民出游的时候，在松花江滩上发现了身长10米，全身长鳞，头大如牛，前额长角，嘴边有须，长得呢就非常像是神话中的龙一模一样的生物。当时这件事情呢在村里传得人尽皆知，村民们纷纷赶去这个现场观看。然而天空之中却突然呢乌云大作，下起了大雨，村民们就不得不回家避雨。第2天一早雨停了，龙也就不见了。而坠龙的地方呢只剩下了一个深沟，而且还有浓浓的腥臭味。虽然没有拍到任何的照片，但是整个事件之中足足有上百位目击者。而且呢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地也都有龙的目击记录。比如说新加坡的网友曾经在2022年的3月呢，在观音庙的上空也拍到了一段视频，和那个西安拍到的那个白影有点类似。同样呢也是看到了一个长条形的物体在上空盘旋。不过有很多网友都认为那只是无人机的表演罢了，因为它看起来呢是有好多那种灯光组合的。也有人认为那是 UFO。
而在邻近的马来西亚呢，也曾经发生过目击事件，当时还拍到了几张照片。这是马来西亚的小说家张草呢，他分享发生在东马沙巴的一场目击事件。而宾佛呢是沙巴州西南方的一个镇，距离首府呢是97公里远。早期那里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巴达士河呢刚好是流经这边，所以木材运输呢都会在这里中转。这个地方呢渐渐的就开始繁荣起来了。而张草的父亲呢就是在宾佛出生和长大的，他曾经和张草讲述了宾佛出现龙的故事，而且呢还被一位摄影师拍下了照片。那个时候呢是1998年，他的父亲那会儿24岁。下午2点之后呢，3位建筑工友呢正在工地休息呢，忽然就看到了一个看起来比月亮还大、带着金光的圆球呢从远处的山林升起来，窜向了宾佛市区。金球后面还尾随着一条龙，全身泛着金色，带粉色的光，可以看到脚，但是头和尾呢被乌云给挡住了。所以这条龙呢追着那个金球一直飞到了一座大桥的上空。当时的大桥附近很多人都在惊叫，有很多人都跑出来看热闹。而张草的姑姑呢就在附近开店，她当时呢也是奔出去看这个龙了。最终呢她亲眼看到了那条龙。还有目击者说是他们看到龙身上是有精灵的，有的人注意到还有龙珠、龙尾、龙角等等。当时一名照相馆的摄影师赶忙取出了相机对着龙咔嚓拍到了照片。当时的龙呢已经升到高空，身形变小了，再加上拍到的照片并不是特别清楚嘛，但是也多亏了这位摄影师的反应才留下了这些证据。事后呢他公开卖他的相片，张草的父亲呢也买到了1组6张。那第一张图可以看到呢，那条龙出现在画面中的右中的位置，肚子底下呢隐约还看到它的脚，云气缭绕的感觉。后面的照片呢就明显是一连串快门拍下的那个龙已经上升得更远了嘛。第3张图可以看到龙的右端的气体呢发散的那种条纹。第4张图呢就是龙已即将消失了。最后一张图他们说还可以看到龙珠，但是由这个云层反光来看呢，龙珠应该是圆的，但如果说它是太阳的话，现场的人又看到了它会飞起。当然这些照片呢还是没有很清晰的拍到龙的样子，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说不太相信，大家只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实际上各地呢是有很多人看到过龙的，只是没有机会拍下来罢了。而中国的龙呢是神圣的吉祥物的存在，也代表着帝国和皇帝嘛，因为皇帝的礼服呢就被称为龙袍。相传汉朝的第1位皇帝刘邦就被认为是蛟龙转世，也是炎帝之子的转世。不过意大利的中国艺术史专家麦卡雷利则表示呢，关于中国龙的起源有非常多的理论，其中一种理论就认为龙是史前部落使用的图腾的一个符号。那受到现实中的蛇或者是海中巨蛇的散发呢，一些考古学家就推测呢，龙神话呢是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而逐渐受到了重视，所以龙呢是象征着雷霆，是天降甘露的前兆。而科罗拉多大学的中文专家更是指出很多人认为下雨或者是打雷等现象呢都与龙有关。而古代呢中国是农业国家所以根据这个麦卡雷利的说法呢，龙是源自于人们对于自然本身的一种崇敬，是众多动物和天气现象的一个融合。而他还指出说，龙的形象很有可能是模仿雷电的声音和螺旋交织的样貌而来的。他的言外之意就是龙有可能是虚构的。然而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的古书的时候呢，却有大量的关于龙的记载。难道有必要把一个虚构的神物记载到各种古书之中吗？就连我们所知道的12生肖之中11种动物都是真实存在的，那难道龙就是一种虚构的动物吗？甚至在佛道教的各种经典中也经常会提到龙的存在，似乎就说明了龙有可能是曾经真的存在过的。那在道教的宇宙观中龙不只是神兽，更是五行气场的凝聚，天地之气流动的体现。龙可以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具有掌控天象、调和阴阳的能力。那在道教的世界观里呢，天地之间的能量是分为阴阳五行，而龙呢是五行运行之中核心之一。例如青龙代表东方，那东方属木，象征着春天与生发的时期；白虎、朱雀、玄武呢则分别代表着西南北方。所以龙呢不只是自然之神，更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那古代的皇帝称自己为真龙天子，从服饰、建筑到仪式，皇室的一切呢都围绕着龙来设计，其实呢是一种天命的象征，也象征着天子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合法性。而道教中最具代表的龙神呢是四海龙王和五大龙神，他们分别来掌管东南西北中五大方位的水域，既是自然之神，也是命运之主。
那这些龙王能够决定旱涝，直接影响着农业农耕的工作，甚至还能够左右人世间的生死福祸。所以很多地方呢都建有龙王庙，特别是在渔村啊或者是农村，每到春夏农耕或者是季风季节呢，人们就会进行祈雨谢雨的仪式，向龙王呢祈求风调雨顺。那总结来说，就是道教里面的龙可以说是一种衔接自然与人间的代表，而在佛教中的宇宙观之中龙是一种真实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的智慧种族，他们是八部护法中的一员。要知道八部护法呢是护持佛法的八类神，所以呢龙族可以说是整个佛法传承不可忽视的重要守护者。那这些龙族不像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种祥瑞的象征，而是一种具有力量也需要教化的存在。他们是生活在水底龙宫，掌管地气、水脉、风雨与气候的变化，与人间的自然的平衡呢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藏传佛教之中呢，龙是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在藏地的传统之中呢，这个世界是被分为3层的：天界、人界和地界。而龙呢，被认为是地界的主宰，所居住在地底的火脉、水脉之中，掌管着大地能量的流动。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好呢？寺庙能不能顺利够兴建，很有可能得先安抚当地的龙神。那根据记载呢，在莲花山大士建立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之前呢，他就必须得先降服当地的神龙，因为这些龙族的拥护者拥有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的话，那寺庙就不会盖起来，就会有阻碍。那除了护地呢，龙在藏传佛教之中也是智慧的象征。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也就是龙树菩萨下龙宫取经。传说龙树菩萨曾经因为佛教慢慢衰微呢，而亲自到龙宫带回中观论的大乘经典，让佛教呢再次兴盛起来。总的来说，就是从民间传说呢到宗教以及以前的人们呢都是很重视龙的，仿佛呢就是说它不只是传说，而是一种人们对于宇宙秩序、信仰和神圣力量的理解。龙更像是我们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而如今呢，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科技日进，却常常远离了内在的修行和精神上的根基，所以人与天地的灵性连结呢渐渐的断裂了。当我们不再敬畏天地，不再尊重万物，龙是否还会潜藏于云间呢？不与见人呢？等到世人再次知理守信，与天地自然重修旧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心灵纯净之时呢，龙或许就会从云层之上悄然归来，重整我们的气候与秩序，而引万物调和，天地呢再开新局嘛。或许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不是龙是否真实存在，而是为什么人不再相信龙的存在了呢？所以大家认为这些龙影的事件究竟是科学的现象、自然的巧合，还是古老神话的再现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